如果我告诉你，有一种能力能让你在众生喧哗中保持清醒头脑，在真假难辨的信息海洋中发现真相，在天花乱坠的宣传面前守护自己的钱包和大脑，你愿意拥有它吗？这种能力叫做批判性思维，它并非天赋异禀，而是一项可以通过刻意练习和掌握的技能。今天我们要深度解读的这本经典著作《学会提问》，正是这套技能的使用说明书和训练手册。这本书的核心观点非常明晰，我们有两种思维方式。一种是像海绵一样被动地吸收所有信息，但对该信什么、不该信什么毫无判断力，这叫海绵式思维。而另一种则是像淘金一样，带着问题去主动筛选和质疑，在信息的河流中淘出真知灼见，这叫淘金式思维。更重要的是，这本书会教我们一种强势批判性思维，它不仅要求我们审视别人的观点，更鼓励我们勇敢地将批判的矛头指向自己，审视自己深信不疑的那些初始信念。因为只有经过了千挑万选和反复诘问才选择的观点，才真正值得我们为之自豪。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将系统地学习这套淘金的方法论，从如何找到论题和结论，到如何识别理由背后的价值观假设，再到如何结出那些极具欺骗性的逻辑谬误。这不仅是知识的解读，更是一次思维方式的重塑。刚刚我们立下了一个目标，要真正拥有批判性思维这项超能力。那么拥有它的第一步，就是要先给我们的大脑做一次全面的体检，看看它现在的操作系统到底是哪个版本。学会提问这本书告诉我们，我们的大脑在处理信息时，基本上就只有两种出场模式，你可以对号入座，看看自己更偏向哪一种。第一种模式可以叫做海绵宝宝模式。你想想，海绵宝宝的特点是什么？天真、乐观、来者不拒，看到什么都觉得哇，好棒。我们的思维在很多时候就是这个状态。每天一睁眼，手机里的信息就像潮水一样涌过来，朋友圈里震惊体的养生秘籍，短视频里3分钟讲完一部电影的解说，公众号里深度好文的人生道理，还有各种博主倾情推荐的此生必买的好东西。面对这些信息，海绵宝宝模式下的大脑会怎么样呢？他会哇的一声把这些东西全部吸进来，他觉得多知道一点总没坏处吧。这个过程非常轻松，你只需要躺着动动手指，信息就源源不断地灌了进来，让你产生一种今天又学到了好多的满足感。这种模式好不好？当然好，它能让你在短时间快速积累大量的知识和素材，这是思考的原始资本，没有它后面什么都免谈。但是它的风险也和它的优点一样突出。你想想，一块吸满了各种液体的海绵，它里面有什么？可能有干净的纯净水，也可能有泥水、墨水，甚至还有一点点毒药。海绵自己分得清吗？它分不清。我们的大脑也是一样。如果你只用海绵模式，你的大脑就会变成一个巨大的、杂乱无章的仓库。今天你相信性格决定命运，明天又觉得选择大于努力，上午刚被极简主义种草，下午又被消费主义的广告视频说服，立刻下单。最终的结果是什么？你感觉自己懂得越来越多，但人却越来越迷茫，甚至越来越焦虑。因为这些信息在你脑子里会打架，它们互相矛盾，却没有一个裁判来判定谁是谁非。你成了信息的奴隶，而不是它的主人。那么有没有另一条路呢？当然有，这就是这本书真正想教给我们的第二种模式——淘金者模式。你想象一下，一个经验丰富的淘金者，他绝对不会把河里的所有东西都背回家。他的目标非常明确，他的眼神里只有一样东西——金子。他会蹲在河边，用手里的淘金盘一次又一次地从水里舀起沙石，然后他会开始一个非常关键的动作——筛选。他有节奏地晃动盘子，让那些没用的泥沙、小石子顺着水流走。这个过程，他可能会打掉99%的东西，但他的眼睛始终盯着盘里，寻找那些真正有价值的、闪闪发光的颗粒。这就是淘金者模式的精髓：主动、专注，并且带着明确的问题去互动。一个拥有淘金者大脑的人，当他看到一篇刷屏的爆款文章时，他会下意识地先踩一脚刹车，然后启动内心的提问程序：这个标题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他是不是在利用我的情绪？文章里这个所谓的专家到底是什么来头？他的话真的可信吗？他引用的这个数据是从哪来的？有没有可能只是个例，或者被断章取义了？他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是不是悄悄隐藏了某些对他不利的信息？你看，一个淘金者，他不是在被动的接收，他是在主动的盘问，他在和信息进行一场高质量的对话。
现在问题来了，这本书是不是要我们彻底抛弃海绵模式，只做淘金者呢？不是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一个聪明的淘金者也需要先把大量的沙石舀到自己的盘子里，他才能开始筛选。如果盘子是空的，那什么也淘不出来。所以最理想的状态是什么？是系统升级。这本书不是让你格式化你的大脑，而是给你提供一个顶级的升级补丁。它让你的大脑在保留海绵那种强大信息吸收能力的同时，一键加装一个高效精密的淘金过滤系统。你依然可以拥抱海量的知识，但从此以后，进入你大脑的每一条重要信息都必须经过你亲自设立的安检门。只有那些通过了你一系列严格盘问的真正有价值的金子，才有资格留下来，成为你思想的一部分。一旦你习惯了这种模式，你的整个世界都会变得不一样。你不再是被信息洪流推着走的迷茫者，你变成了一个手握思想罗盘的航海家。面对任何观点，你都会拥有一种底气，一种让我来看看你到底成色如何的从容和自信。那么，这个强大的淘金系统，它的启动按钮在哪里？当我们决定开启这趟思维升级之旅时，最核心、最基础的第一步操作是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就2件事：第一，搞清楚别人到底在说什么；第二，搞清楚他到底想让你相信什么。听起来是不是像废话？但相信我，我们日常犯的80%的思维错误都出在了这看似最简单的第一步上。这就是我们下一部分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如何像一个精准的雷达一样，快速锁定任何信息的核心及它的论题和结论。上一部分我们下定决心要从一个什么都吸收的海绵升级成一个会筛选的淘金者。好，现在想象你就是那个淘金者，你雄心勃勃地站在信息的河流边，你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是立刻把盘子伸进河里乱舀一通吗？不是的。一个真正的淘金高手，他会先瞪着眼睛观察水流的走向，判断哪里最有可能藏着金子，哪里只是普通的泥沙。这个观察和判断的过程，就是我们批判性思维的第一步，也是最基础的一步。在开始分析和质疑之前，先搞清楚我们到底要淘的是什么。用大白话讲，就是找到对方的靶心。在任何一段话、一篇文章、一个视频，说话的人其实只在做2件事：第一，在心里树立一个问题的靶子；第二，射出他认为能正中靶心的那支答案之箭。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个靶子和这支箭，像从一团乱麻里抽出2根关键的线头一样，给它清清楚楚地截出来。如果你连对方的靶心在哪都不知道，那你后面所有的分析，无论多么精彩，都只是在打空气，在浪费力气。好，那我们先来看怎么找那个问题的靶子。这个问题就是引发整场讨论的引子，它有2种完全不同的味道。搞清楚这个区别，能让你瞬间看穿对方的套路。一种问题是在问这是真的吗？他关心的是事实，比如每天睡够8小时，皮肤真的会变好吗？再比如，人工智能未来真的会比人类更聪明吗？你看，这类问题就像是科学家的工作，他们只负责描述这个世界本来是什么样，或者将会是什么样。他的答案需要用事实和数据来证明。还有一种问题是在问这么做对吗？他关心的是选择和价值，比如公司应不应该鼓励员工自愿加班？再比如，我们应不应该为了方便而出卖自己的隐私数据？这类问题更像是法庭上的辩论，他关心的是应该怎么做才是对的。他的答案没有绝对的真假，取决于你内心深处觉得什么东西更重要。为什么要区分这2种味道呢？因为一旦你知道了问题的类型，你就立刻知道对方接下来需要拿出什么样的证据了。回答事实问题，他得给你摆事实、讲道理、上数据；而回答价值问题，他得告诉你他的价值观和道德准则是什么。好，找到了问题这个靶子，接下来我们就要找射向这个靶子的那支箭，也就是他的答案。这个答案就是对方最想让你点头同意的那句话，是他射出的最关键、最核心的那支箭。他前面所有的铺垫都是为了让这支箭能正中靶心，让你心服口服。那怎么才能在对方一大堆话里一眼就看到这支箭呢？你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好奇宝宝，附体的杠精，在心里不停地追问，所以呢，你想说的重点到底是啥？然后呢，所以你的意思是，当你问到某句话，感觉对方已经无话可说，只能重复对，我就是这个意思的时候，恭喜你，你抓住了他的箭。当然，这支箭也喜欢从一些固定的地方射出来，通常它最喜欢出现在2个黄金位置，
要么一开场就呼啸而来，直奔主题，也就是文章开头，要么就作为最后一集压轴登场，也就是文章结尾。所以先去这2个地方找准，没错。还有一些特别明显的信号，当你看到像因此、所以、总而言之，我的观点是这些词的时候，就等于看到了弓箭手已经拉满了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这支箭马上就要射出来了。我们来现场玩一个最简单的找靶心和箭的游戏。看下面这段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办公室好多同事都感冒了，流鼻涕、咳嗽，看着特别难受。而且一生病工作效率也低了，所以说咱们真的应该多锻炼身体，增强抵抗力。好，我们来分析这段话的靶子是什么，是一个应该怎么做的价值问题。核心问题是我们该如何应对感冒多发的情况。它的箭是哪句话？我们看到了，所以说这个信号，那么后面的那句就是它射出的核心之箭，咱们真的应该多锻炼身体，增强抵抗力。你看，就这么简单，把问题的靶子和答案的箭这2样东西找出来，整个论证的骨架就清晰了。你不再是面对一团乱麻，而是看到了一个明确的目标和一次精准的射击。好了，现在咱们的淘金者已经学会了第一项核心技能定位，我们不再是没头苍蝇，而是能在一片信息的迷雾中精准地找到别人观点里的靶心和他射出的那支箭。但找到了靶心和箭就结束了吗？不，一个真正的神射手不仅会看见射中了哪里，更会去分析这支箭凭什么能飞得又快又准，它背后的推力是什么？这股强大的推力就是一个观点的真正心脏和动力引擎，这就是我们下一部分要深入拆解的它的理由。上一部分我们学会如何在一大堆话里快速找到对方的靶心，也就是他最想让你相信的那个核心答案。找到了答案，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一半，但接下来的一半才是真正拉开普通人和思考高手差距的地方。这个差距其实就是一个动作，一个我们每个人从小就会，但长大后反而渐渐忘了的动作。追问更具体点，就是问出那个世界上最简单也最强大的问题：为什么？在批判性思维的世界里，为什么这3个字就像一把真理之锤，任何一个观点，无论它被包装得多华丽、多权威，你只要拿起这把锤子，对着它轻轻一敲，就能立刻听出它到底是实心的还是空心的。我们来看看，用这把锤子去敲一个观点，通常会发生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你一敲，发出了当的一声空响。什么意思呢？就是对方只给了你一个光秃秃的答案，却完全不给你任何理由。比如有人非常武断地跟你说，女孩子就应该安安稳稳地当个老师，你拿起为什么之锤敲了一下，为什么呢？对方一愣，回答说，哎呀，传统不就是这样吗？还用问为什么？你看，当你的为什么之锤敲下去，对方给不出任何具体的解释，只能用本来就是这样，大家都这么说来搪塞时，你就知道他这个观点是空心的，它不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论证，它只是一个没有支撑的偏见或者命令。对于这种空心的观点，我们可以礼貌地笑一笑，然后直接忽略。第二种情况，你一敲发现它不是完全空的，它掉出了一些东西。这些掉出来的东西，就是作者为了让你相信他的答案而说出来的一系列解释，这些解释就是我们说的理由。我们来看一个生活中的场景，比如一位焦虑的家长说，我们必须给孩子报那个新开的天才思维培训班，这是他的答案。你立刻拿起为什么之锤敲了过去，为什么呢？他可能会给出几个理由。理由一，因为宣传册上这个课程能深度开发智力，让孩子从此爱上学习，赢在起跑线上。理由二，而且你看我邻居家的孩子就去上了，据说效果特别好，现在都成学霸了。你看，当他给出这2个理由时，他那个必须报班的答案就不再是空洞的焦虑了，他开始有了一些支撑，变得稍微有说服力了一点。至少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开始讨论的实心的观点了。但一个真正的敲锤大师绝不会只敲一下就罢手，他会对着刚刚掉出来的那个理由再补上一锤。第三种情况，敲开理由，发现里面还有更硬核的东西。我们继续刚才的场景，这位家长给出了理由一，因为他能开发智力，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现在你拿起为什么之锤，对准这个理由再来一锤。你可以换个问法，但本质还是一样。你说他能开发智力，这个具体是怎么体现的？有什么证据吗？你看这一锤下去，就是在要求他为自己的理由提供更深一层的支撑。如果他能回答说有证据，你看他的宣传册上写着，我们对往期100名学员进行了跟踪调查，结果显示90%的学员在参加课程后，数学成绩平均提高了20分。这里有详细的调查报告和数据图表，
这个时候你看到了什么？你不仅看到了理由，还看到了支撑着理由的更硬核的证据，也就是那些具体的事实、数据、报告。一个真正可靠的观点一定是这样的，它的答案背后有理由，它的理由背后还有更硬核的证据在撑腰。就像俄罗斯套娃一样，一层套着一层，每一层都坚不可摧。我们学会用为什么之锤一层一层的敲下去，就是为了看到它最里面的那一层，看看它到底是不是真材实料。不过有一种人，他会用一种更高明的骗术来抵御你的为什么之锤。这种人我们可以叫他空心墙伪装大师。他不是先用好材料盖了一堵坚固的墙，再让你来敲，他是反过来的。他先在空中画了一堵墙的样子，也就是他内心坚信的那个答案，然后才跑到全世界去捡一些看起来像是砖头的东西，也就是理由，把它们用胶水勉强粘在一起。很多砖头其实都是泡沫做的。当你拿起为什么之锤，准备去敲击他那堵墙的时候，他会非常紧张，他会想方设法阻止你敲。他可能会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爱钻牛角尖，或者赶紧指着旁边另一堵更漂亮的墙说，我们聊聊那个吧。为什么？因为他自己心里清楚，他那堵墙是空心的，是伪装的，一敲就全碎了。好了，现在我们每个人的手里都已经握住了这把无形的为什么之锤，我们学会了如何用它去敲击一个观点，听出它是空心的还是实心的，甚至还能敲出它藏在墙体深处的钢筋，也就是证据。我们的淘金系统又完成了一次重大升级。但是有一种比空心墙更高明的骗术，它给你的这堵墙敲起来梆梆响，里面的钢筋证据好像也都在，但问题出在了最初那张设计图上。图纸上写着这个培训班能让孩子变得更优秀，可这个优秀到底是什么标准？是指考试分数高，还是指创造力强？如果这些最基本的词我们理解的都不一样，那我们敲了半天，验的还是同一堵墙吗？这就是思维中最狡猾的陷阱，语言的陷阱。所以下一步，我们要从敲墙工变身成文字鉴定师，拿出放大镜去审视论证里的每一个关键词。这就是我们要解决的下一个难题：如何截出那些意思不明确的词语。上一部分我们学会了用为什么这把锤子去检验一个观点的理由和证据，看看它到底是不是真材实料。但现在我们要面对一种更高明的骗术，对方给你的所有理由和证据可能都是真的，但整个论证依然是一个巨大的陷阱。这个陷阱就藏在语言里。我们先来看一个最常见的场景：你去买东西，包装上印着几个让你心动的金光闪闪的大字，比如这款饮料是纯天然的，这款面霜能让你的皮肤更年轻，这门课程能让你获得成功。这些词是不是听起来就让人无法拒绝？但问题就在这里，你暂停一下，仔细想一想，这些词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是纯天然？是指不含任何化学添加剂，还是指原材料是天然的？用天然的果子加上一大堆合法的添加剂做出来的东西，它算不算纯天然？怎么才算年轻？是皱纹减少10%，还是皮肤含水量提高5%，还是只是看起来气色好了一点？什么是成功？是年薪100万，是开一家自己的小店，还是拥有内心的平静？你看这些词就像是橡皮泥，它们没有一个固定的、清晰的形状，你可以把它捏成任何你想要的样子。在学会提问这本书里，这种能被随意拿捏的词就叫意思不明确的词语，也叫歧义。一个论证里一旦出现了这种橡皮泥词汇，就等于给所有思维陷阱打开了方便之门。因为说话的人和他想说服的你，你们俩脑子里对同一个词的定义可能差了10万8千里。他说的成功可能是指考试及格，而你理解的成功可能是指跻身前茅。你们表面上在讨论同一件事，实际上完全是鸡同鸭讲。所以我们淘金系统的这次升级，就是要安装一个语言精准度探测器。它的任务就是在我们相信任何一个观点之前，先截除里面所有可疑的橡皮泥词汇，然后逼着对方把它们捏成一个确定的、无法再改变的形状。那这些橡皮泥词汇最喜欢出现在哪里呢？它们最喜欢藏在一个论证最核心、最重要的地方，也就是理由和结论里，尤其是那些听起来特别抽象、特别高大上的词，比如公平、正义、爱国、幸福、人性化等等，这些词都是橡皮泥重灾区。我们该如何快速地识别并戳穿它们呢？有一个极其好用的方法，就是进行一次极端场景替换测试。当看到一个可疑的词时，你立刻在脑子里想象出这个词2种或以上完全不同的，但都合情合理的具体场景。
如果换一个场景，对整个论证的接受度就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那这个词就是需要被立刻截出来的关键模糊词。我们来看书里的一个经典广告案例，来演练一下这个方法。广告词：速效排毒胶囊，只需30分钟就可见效。这里的橡皮泥词汇很明显就是见效。好，我们现在启动极端场景替换测试。场景1，你把它理解成30分钟后能让你放松下来，产生睡意。这个效果听起来不错，很温和，适合普通失眠的人，你可能会考虑购买。场景2，你把它理解成30分钟能让你立刻昏迷，人事不省。这个效果听起来就有点吓人了，除非有特殊需求，否则你肯定不敢随便买。你看，同样一个见效，仅仅因为我们对它的理解不同，我们购买的意愿就天差地别。这个广告就是故意用了一个模糊的词，让你下意识地去想象那个最美好、最符合你需求的场景。这就是语言的魔力，也是语言的陷阱。所以，作为一个清醒的思考者，当你遇到一个论证时，你的大脑里应该自动响起警报，开始扫描，这里面有没有橡皮泥词汇？对于这个词，我自己的理解是什么？说话的人，他的理解和我的理解是一回事吗？如果我换一种理解方式，我还认同他的观点吗？只有当你能清晰地回答这些问题，你才算真正听懂了对方在说什么。在你搞清楚这些词的确切含义之前，你完全有权利，也有责任拒绝接受对方的任何观点。因为你一旦接受，就等于签了一份空白合同，至于合同的具体条款是什么，全由对方来解释。好了，到现在，我们的思维工具箱里又安装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反病毒插件——语言精准度探测器。我们学会了如何像一个最精明的谈判专家去审视一个论证中的每一个核心词汇，防止自己被别人用漂亮的词藻给忽悠了。我们已经检查了一座论证大厦的屋顶，结论：敲了敲它的承重墙。理由：现在还用放大镜看了看每一块砖的材质。说明书关键词定义：这座房子从外面看起来似乎是越来越坚固了。但是你想过没有，有没有一种可能，它的地基是建在一片我们看不见的松软的沙地上？在任何一个论证中都存在着这样看不见的地基，他们是作者认为天经地义、理所当然，所以根本就没必要说出口的那些底层信念和观点。这些东西就像空气一样支撑着整个论证，但我们却常常忽略它的存在。这些东西就是我们下一部分要挖地3尺也要找出来的假设。上一部分我们学会如何像一个文字鉴定师去破解语言的陷阱，截住那些像橡皮泥一样可以被随意拿捏的模糊词语。我们已经把所有看得见的东西都检查了一遍，但一个论证里最强大的力量往往不是他说了什么，而是他没说什么。你可以把每一个试图说服你的论证都想象成一个魔术。魔术师，也就是说话的，把一个理由放进了帽子里，一通操作，最后变出了一个结论的鸽子。这个过程看起来天衣无缝，但你有没有想过他是怎么做到的？在理由和结论之间，那个最关键、我们看不见的机关是什么？这个看不见的机关，在《学会提问》这本书里就叫假设。更通俗地说，它就是连接理由和结论的那一座隐形桥梁。想象一下，理由和结论分别是2个悬崖，作者站在理由这个悬崖边，然后轻轻松松的一步就跨到了结论那个悬崖上。我们作为观众看得目瞪口呆，觉得好有道理。但我们没看到的是，在这2个悬崖之间，有一座他自己心里看得见，但我们却看不见的隐形桥梁。他正是踩着这座桥，才完成了这个看似不可思议的跳跃。而我们批判性思维者的任务，就是要戴上一副特殊的思维眼镜，去看见这些隐形桥梁，并且走上去踩2脚，看看它到底牢不牢固。那怎么才能看见这座桥呢？方法很简单，你只需要在心里问一个问题：他是怎么从这个一步跳到那个的？这个指理由，那个指结论。我们来看第一个场景，在一次公司会议上，经理说，我们这个季度的项目进度已经落后了10%，这是理由。所以我建议这个周末全体员工都来公司加班，赶上进度，这是结论。好，我们现在来找那座隐形桥梁，问自己，他是怎么从进度落后这个事实，直接跳到所有人都该加班这个结论的？因为在他心里，他默认了一座桥的存在，这座桥的名字叫按时完成任务，比员工的周末休息更重要。你看这座桥是关于哪个更重要的价值选择？经理觉得这座桥坚固无比，是天经地义的，但作为员工，你可能觉得你的周末休息比那10%的进度重要得多，你根本就不认可这座桥。所以即使他的理由进度落后是铁一样的事实，你也绝不会同意他的结论周末加班，
因为你们脚下的隐形桥梁根本就不是同一座。这种关于价值偏好的假设，就是一种没有明说，认为某些相互对立的价值观中一个比另一个更重要的看法。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场景，你的朋友给你人生指导，你看乔布斯、比尔、盖茨这些大学都没读完就去创业了，这是理由。所以说啊，上大学根本没用，想成功就应该早点去社会上闯荡，这是结论。我们再来找隐形桥梁，问自己，他是怎么从几个天才没读完大学这个事实，直接跳到上大学对我们普通人没用这个惊人结论的？因为在他心里，他也默认了一座桥，这座桥的名字叫这些天才的成功方法，我们普通人完全可以复制。你看，这座桥是关于世界就是这样运转的这个底层信念，那这座桥牢固吗？你走上去踩一踩，可能会发现它在摇摇欲坠。我们普通人和天才之间的差距可能比大学文凭要大得多，所以这座桥本身就是有问题的，那从它上面走过得出的那个结论自然也就站不住脚了。这种对世界、过去、现在或未来是什么样的信念，就是所谓的描述性假设。所以你看懂了吗？找到隐形桥，就是找到了一个论证的命门，它决定了整个论证的成立与否。以后当你在面对任何观点时，都可以用一个终极问题来找到这座桥。为了让他的理由能够通向他的结论，他必须默认什么事情是真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那座至关重要的隐形桥梁。好了，到现在，我们的思维工具箱里不仅有了能看见隐形桥梁的思维眼镜，我们不仅能看到一座论证大厦的地上建筑，还能用这副眼镜去看见那些连接着理由和结论的最关键的地下结构。但是有一种情况比隐形桥梁不牢固更可怕，那就是对方根本就没打算建桥，他直接在你面前耍起了杂技，从悬崖这边用一个漂亮的后空翻硬生生地跳到了另一边，然后希望你的掌声和欢呼能掩盖他这个动作完全不符合物理定律，也就是逻辑定律的事实。这些看似酷炫，实则不讲道理的杂技动作，就是我们下一部分要抓的现行人类思维的败大全，也就是各种各样的逻辑谬误。上一部分我们学会了戴上思维眼镜，去看见那些连接理由和结论的隐形桥梁。到这里，我们已经把一个论证从外到内，从明到暗都检查了一遍。但现在我们要面对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就算对方不耍花招，他拿来建桥用来起跳的那个悬崖，它本身是真的吗？是纯金的还是镀金的？如果证据本身就是假的、有偏见的，或者干脆就是他编出来的，那一切的分析都毫无意义。所以下一步也是最硬核的一步，我们要拿起验钞机和显微镜，去检验它提供给我们的每一种证据，看看它们到底是真金白银还是小印出来的伪钞。这就是我们要探讨的证据的效力。上一部分我们学会了如何识别各种不讲道理的逻辑花招，我们现在就像一个火眼金睛的魔术评审，能看穿对方那些华而不实的障眼法。但现在我们要面对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就算对方不耍花招，他拿来证明自己观点的那些事实和材料，它本身是真的吗？是纯金的还是镀金的？如果证据本身就是假的、有偏见的，或者干脆就是他编出来的，那一切的分析都毫无意义。欢迎来到证据的鉴宝大会，在这里，各种各样的证据会被当成稀世珍宝一样呈上来，试图让你相信它们的价值。而我们的任务就是练就一双 X 光眼，去鉴定它们的真正成色。第一件上台的宝贝，我有一个朋友的故事。这是证据市场上最常见也最容易打动人心的宝贝。它通常以我亲身经历我有一个朋友我听说作为开头，为你讲述一个有血有肉、细节生动的故事。比如，你根本没必要焦虑，我二舅家的邻居天天抽烟喝酒，一点也不养生，最后活到了99岁。鉴定开始。这个宝贝的优点是什么？它的情感价值非常高，能瞬间拉近我们和讲述者的距离，让我们感同身受。但它的致命缺陷是什么？它的事实价值几乎为零。这就像是你仅凭着自己碗里的一块红烧肉，就想断定全天下所有猪的品种、产地和味道。这不叫管中窥豹，这叫以偏概全，是思考中的大忌。一个人的经历，无论多传奇，它也只是一个孤立的样本，根本无法代表普遍情况。专家鉴定意见，故事很动人，但除了能当个段子，它几乎不能证明任何事情。鉴定为情感安慰剂，不具备事实证据的资格。第二件上台的宝贝，明星网红的亲情推荐。这是我有一个朋友的故事的豪华升级版。这次讲故事的不再是你二舅的邻居，而是变成了你最喜欢的明星，
带货主播或者某个你敬仰的成功人士。比如这款面霜你一定要买，你看那个最火的明星，他的梳妆台上摆的全是这个。鉴定开始，这个宝贝看起来光芒四射，包装精美，自带流量，但它的光芒很多时候是钱堆出来的。作为顶级的鉴定师，我们要立刻问出灵魂3问：一，他收钱了吗？这不是阴谋论，这是商业常识。明星的推荐很可能是价值不菲的广告代言。当一个人的推荐和他自己的钱包直接挂钩时，这份推荐的公正性就要大打折扣。2，是不是只挑好听的说？你见过哪本书的封底会印上读者的差评，说这本书写得太烂了，浪费我时间吗？不会的，你看到的永远是被精心筛选出来的最完美的溢美之词。3，他说的好和我理解的好是一回事吗？那个明星说这款面霜效果好，可能只是因为味道好闻，包装好看，而你想要的效果好，可能是只能去皱，能美白。你们的标准根本就不一样。专家鉴定意见，商业广告仅供参考，谁全信谁天真。鉴定为精美的广告传单，不具备事实证据的资格。第3件上台的宝贝，专家的盖章认证。这是今天最有分量的一件宝贝，它上面盖着一个闪亮的印章，写着专家认证。这看起来总该是真金白银了吧？鉴定开始。没错，专家意见确实比前面2个要靠谱得多。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必须依赖专家的智慧。但是专家这2个字本身也可能是一个巨大的陷阱。一个顶级的鉴定在看到专家的印章时，会立刻启动更严格的背景调查程序。第1问，这个专家管的领域对不对？专家的权威只在他的专业领域内有效。一个心脏科的专家来给你推荐一款理财产品，或者一个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来告诉你应该怎么教育孩子，你敢全信吗？这就叫专业不对口。第2问，这个专家屁股坐在哪一边？专家也是人，也要吃饭。他的研究经费是谁给的？他为哪个机构服务？一个被房地产公司高薪聘请的专家，你猜他会预测房价涨还是跌？我们不是说专家一定会说假话，但他的利益关系是我们必须考虑的风险因素。第3问，他说的是不是专家共识？科学界最看重的不是一个天才的灵光一闪，而是绝大多数专家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都能重复验证的结论。如果只有一个专家在大声疾呼某个惊人的观点，而其他所有同行都在沉默甚至反对，那他可能是下一个哥白尼，但也更有可能只是个想做眼球的民科专家。鉴定意见含金量较高，但需要谨慎验证。其背景鉴定为待核验的权威资料，可以作为重要参考，但不能盲目迷信。好了，今天的鉴宝大会，我们学会了如何分辨几种最常见的证据的成色。我们知道了故事动人，但不可尽信，名人推荐多半是广告，专家意见也得看人下菜碟。但是，就算我们拿到了一份最顶级的证据，一份由最权威、最无私的专家出具的无懈可击的科学报告，它证明了和 B 2件事之间确实存在着强烈的关联，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立刻下结论说导致了 B 呢？比如，一份完美的报告向我们揭示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一个城市里，冰淇淋卖得越火爆的月份，这个城市的犯罪案件数量也越多。这2个数字就像商量好了一样，总是手拉手的一起升高，一起降低。面对这个铁一样的事实，我们能立刻得出结论，说是吃冰淇淋导致了犯罪吗？你看，问题又来了。一个铁一样的事实可以引出无数种完全不同的解释。找到一个可靠的证据，只是思考的开始，而不是结束。所以，下一步我们要开启上帝视角，去思考一个事实背后所有可能的故事版本。这就是我们要探讨的，如何寻找那些被隐藏的替代原因。上一部分，我们遭遇了那个经典的冰淇淋悬案，所有证据都真实有效，报告也无懈可击，但我们却差点得出了一个吃冰淇淋会导致犯罪的荒谬结论。这一段分析揭示了我们思维链条上一个极其容易被忽略，也极其危险的环节——对事实的解读。我们的大脑有一个坏习惯，就是看到2件事总是一起发生，就忍不住想把它俩锁死，认为肯定是其中一个导致了另一个。这在《学会提问》这本书里被称作一种常见的思考陷阱。那么，一个真正的思考者，一个思维上的神探，在面对这个陷阱时，他会如何破解呢？他会立刻问出第一个，也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除了你说的这个解释，还有没有别的解释？这个动作就是寻找替代原因。
一个清醒的思考者不会轻易接受别人给出的第一个，也是最显而易见的那个故事版本。我们再回到冰淇淋悬案，一个新手看到证据会立刻在脑子里画一条直线，冰淇淋犯罪，但他忽略了一个问题，这条线是不是画得太草率了？一个神探的脑子里会立刻弹出好几个对这个事实的不同解读选项。选项一是冰淇淋导致了犯罪，这是最表面的解读。选项二，有没有可能反过来是犯罪活动猖獗，大家压力山大，所以才疯狂吃冰淇淋解压？这个听起来可能性不大，但也是一种思路。选项三，有没有可能是一个我们都看不见的神秘力量，在同时推动着这两件事？在冰淇淋悬案里，这个神秘力量就是炎热的天气。天热想吃冰淇淋的人自然就多，同时天气炎热，人的火气也大，晚上在外面闲逛的时间也长，发生冲突和犯罪的可能性也随之升高。你看，一找到天气这个真正的替代原因，原来那个吃冰淇淋导致犯罪的荒谬结论就不攻自破了。我们再来看一个生活中的例子，你朋友激动地跟你说，我上次带了这条水晶手链去面试，结果就成功了，这条手链一定是我的开运神器。故事版本一，戴手链 A 发生在先，面试成功 B 发生在后，所以 A 导致了 B。 神探开始寻找故事版本二，也就是替代原因。你那天的成功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为了那场面试准备了整整1个月？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那天精神状态特别好，发挥超常？有没有可能是因为那天的面试官正好是你大学师兄？甚至有没有可能是那天其他的竞争对手都表现得非常糟糕？你看，有无数个更合理的替代原因，都比手链显灵这个解释要靠谱得多。好，学会了寻找替代原因，我们就破解了第一层思维陷阱。但神探的工作还没完，他会接着问第二个同样致命的问题：你给我的这个故事是不是完整的？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没告诉我？这个动作叫寻找被省略的信息。一个神探知道，任何证人，也就是讲述者，在讲故事的时候，都会下意识的甚至刻意的省略掉一部分对自己的故事版本不利的信息。他给你看的永远是经过精心剪辑，对他最有利的那个版本。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案例。市政府兴高采烈地宣布，我们计划在东区引进一家大型化工厂，这个项目非常棒，能为我们城市提供5000个宝贵的就业岗位，这是一个非常诱人的故事版本。但一个思维上的神探会立刻开始寻找被省略的那些关键信息。一，他会追问被藏起来的坏处，提供就业是好处，我们看到了，但被省略的坏处是什么？工厂的废气、废水会不会污染我们的河流和空气？会不会影响周边几万居民的健康？这5000个岗位里又有多少是高污染、高风险的岗位？二，他会追问被藏起来的其他选项，引进化工厂是我们发展经济的唯一选择吗？我们有没有可能用同样的资源去发展更环保的旅游业，或者更有潜力的高科技产业？这些其他选项的利弊，为什么报告里一个字都没有？三，他会追问被藏起来的反对意见，对于这个项目，难道就没有专家或者市民团体提出过反对意见吗？他们担心的又是什么？为什么在这次的发布会里，我们完全没有听到他们的声音？你看，当我们把这些被省略的信息一个个补充回来之后，原来那个非常棒的项目是不是看起来就没那么美好了？所以一个成熟的思考者，他不仅会分析已经说了什么，更会去思考还有什么没说。好了，现在我们作为神探已经掌握了2大绝技。第一，在面对 A 和 B 时，会主动去寻找 C。第二，在听一个故事时，会主动去寻找它被藏起来的另一半。我们已经把所有外部的以及隐藏的信息都挖掘了出来。现在所有的线索，所有的好与坏都摆在了我们的面前，轮到我们自己做决定了。那么，面对这个复杂的世界，我们的结论是不是只能有是或否、黑或白？这就是我们整个思考之旅的终点站。告别简单的2选1，学会在丰富的灰色地带里做出属于你自己的最合理的判断。这就是我们最后要探讨的，能得出哪些合理的结论。到这里，我们已经学会了如何将一个观点彻底拆解，把它所有的零件、结论、理由、假设、证据都摆在了面前。那么最后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如何用这些高质量的零件重新组装出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更棒的结论呢？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先克服大脑里的一个出场 bug。 在学会提问这本书里，它被称为2分式思维，简单来说就是单选题思维。我们的大脑为了省事，总想把所有复杂深刻的问答题都悄悄简化成是或否、
对或错、支持或反对的单选题，逼着我们必须站队。但真实的世界，几乎所有重要问题都不是非黑即白的。真正的智慧在于看见那片广阔的灰色地带。那么，如何才能打破这种单选题的魔咒呢？这本书给了一个终极的破局工具，一个能瞬间提升思维维度的魔法咒语，那就是学会使用"如果那么"这个句式。我们来看一个案例。假设我们分析了应该禁止所有针对儿童的广告这个观点，并且发现它的理由很充分，广告确实有操纵性，孩子确实无法分辨。一个单选题思维的人会立刻得出结论，必须全面禁止。但一个掌握了如果咒语的思考者会从不同的角度得出好几个更成熟的结论。结论一：如果我们认为企业的言论自由权需要被保护，那么也许不应该一刀切禁止，而是应该建立更严格的行业规范。结论二：如果有确凿研究证明这类广告会对儿童心理造成长期伤害，那么针对特定年龄段、特定类型的广告就理应被宣布为非法。结论三：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减少，而不是消除广告的负面影响，那么结论就不是禁不禁，而是如何有效监管。你看，同样一套理由，就像一堆高质量的乐高积木，一个拙劣的玩家可能只会搭出一个方方正正的火柴盒，而一个大师却能用同样的积木搭建出形态各异的城堡、飞船和花园。理由很少会只指向一个唯一的结论。所以，批判性思维的终点不是让你变成一个永远在挑错的杠精，而是给了我们真正的思想解放。它让我们从那种苦苦寻找唯一标准答案的学生思维里解脱出来。它告诉我们，你不必非得同意作者的结论，你完全可以基于他提供的那些高质量的理由，得出属于你自己的更合理、更符合你价值观的结论。这份由你自己亲手构建出来的结论才是最宝贵的。学会提问这本书，它给我们的从来不是一个标准答案，而是一个强大的思维工具箱和一种更重要的人生态度。这个工具箱让你拥有看穿谎言、抵御操控的能力，而这种态度是谦逊，是好奇，更是对理性的无上尊重。它鼓励我们在经过审慎的思考，发现一个更优的结论之后，要勇敢地依据它采取行动，因为思考的价值最终体现在我们的选择和行动之中。所以，这趟思维升级之旅到这里不是结束，而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一个让你真正成为自己思想的主人，并为自己每一个重要信念和选择负责的开始。